看到美國、伊朗他們現在已經簽了一個和平協議了，就是說看起來伊朗的這個所謂的身段到現在已經開始慢慢要告一段落了。那這個東西，比如說真的美國處理完伊朗之後，那中國還有跟美國叫板的權利嗎？跟能力嗎？其實早就沒有，早就沒有。但是美國不希望他發現的太早。這個很像我們去賭場哈，賭場知道你如果一直玩下去的話，根據概率他一定贏。可是呢，你偶爾會賺，偶爾會贏一把。他怕的是你走了，你如果你這個賺了就走，還是你賠了也認賠就走，那他哪裡沒轍？他希望的是你一直停下來留在那邊，因為根據幾率大數法則，最後你會輸啊，賭場一定會贏啊。那所以呢，現在美國一定知道他一定贏，他最怕的是中國突然從大國夢覺醒，發現他其實不是美國對手，現在大概已經內部可能已經發現了啊，這樣的結果，美國就討不到便宜。現在美國要討什麼便宜？現在美國等於把中國架在火上烤。中國其實真的不是對手，不是我們唱衰他，他真的不是對手。但是美國就怕中國發現這一點，所以呢，不斷的唱好中國，很多人在唱好中國。最著名的就是那個林毅夫哦，林毅夫整天說中國的總量在什麼時候會追上美國，超過美國。其實美國根本不放在眼裡。然後現在終於有一些人點出來，像這個書《商業爭霸》這個書會點出來。那其實第一個，中國在技術階梯上，它的世界工廠是從下層開始發展的，往上走。它到上層的時候，習近平當初提了一個東西是對的，是方向是對的，叫做中國製造2025，在所有重要科技領域、前沿領域，中國都要有地位，對不对？可是呢，它的方法不对。什麼方法？他用竊取別人的技術，用間諜、用併購等等。他不是真的建立起自主創新能力。習近平整天講自力更生、自主創新，方向對，沒有實現，沒有做到。整個方法不對，為什麼？因為在所有領域，他都要黨的領導，他都要社會監控。你想想看，你搞創新的人，你一定海闊天空，一定是什麼離經叛道哦，一定標新立異嘛？你怎麼可能說整天給黨來監控跟領導？所以他的這個體制注定沒有辦法真正有創新。可是他有一些科技企業好像有創新，對不對？那一開始他可以落後追趕，別人搞出什麼東西，他跟上來，跟得很緊。所以他沒有原始的創新，他可以有後來的創新，叫做反向工程。对，逆向工程叫做後發優勢，這個可以。那可是呢，現在美國就看出來了嘛，就開始出口管制嘛，設備不賣，技術不賣，硬的軟的都不賣。那你有本事你自己來嘛，是啊。所以呢，美國現在是上緊發條。很認真的在跟中國對抗，他已經承認中國是對手。然後他這個對手跟蘇聯比不一樣，蘇聯搞軍備競賽會垮掉的原因，是因為他軍備競賽投入的東西沒有轉化成民營企業的競爭力、創造力。你看美國的這個資本主義體系裡面，它的民營企業很強，軍事用途的東西最後都轉成商業用途。你看那個 PC 啊，那個網絡，這些原來是軍事用途很多材料科學，二戰以後的那個材料科學都是軍事用途。那你看機器人、機器狗，那個也是軍事用途。很多軍事用途的東西最後移轉民營，像是比如說那個大樓外面洗刷玻璃，以前是人現在都機器啊。那個也是都是那個技術創新帶來的民間商業應用。那蘇聯沒有，蘇聯沒有民營企業、資本主義體系去把軍事上的研發轉成商業的競爭力，沒有。那中國有，所以中國拼命的竊取，但是它沒有前沿的。那個原始的創新，它是後來者的創新 ，copy 你、改良你這樣子。那這個是早期台灣也是這麼做，日本也是這麼做。但是它現在在很多企業，它的所謂新三樣，它的新質生產力等等，它希望能夠追上美國，但是它做不到，因為它沒有這個企業的創新的那種企業文化。你要搞創新，你要保護個人自由，你做不到；你要保護創新的成果，要法治保護智慧財產權，你做不到。然後呢，你要鼓勵這個多元性靈活性，對不對？不要動不動都去監管，都是那個黨的領導，你做不到。所以中共這個體制注定在創新能力上，最後不是美國對手。但是你模仿製造這個可以，就這樣。然後美國要中國乖乖的做打工仔，那中國不願意。OK， 你要崛起，你要取得技術來源。OK， 但是你又沒有自己的創新能力，就卡在這裡。
所以美國現在用高新技術在打，現在美中對抗不只是地緣政治的較量，現在重點也不只是能源的較量而已了，現在是 AI 較量。AI 真的非常重要，在美中對抗裡面非常重要。所以這就是台灣重要的地方。我們看到美國的國防情報局局長在這個國會這個做聽證的時候，我就要講一個沒有，就剛剛你提到，他說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在委內瑞拉，我們今天可以在伊朗，然後呢把這個中國的這個武器打到毫無招架之能力。他說中國的武器都是反向工程，都是逆向工程。中國的逆向工程是我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所以呢，我只要做一個轉彎，我只要做個變化，我只要做參數的改變，中國就完全沒有能力招架。他說中國就是因為用逆向工程，所以它的雷達的參數，它的今天的這個所謂的反輻射的這個參數都是固定的。所以美國只要在這個你的參數外面給你做文章，它完全被美國這個控制住。就像你講的，你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會複製，你會大量生產，可是當你怎麼去把這個東西從0到1生產出來，這個能力沒有的時候，你就完全不是美國對手了。然後美國還一招，順着你講的這一段，還有一招，美國等於在布了一個陷阱，美國故意刺激他說，你看你這個低階的可以，你高階的不行，好，你缺乏創新能力，所以逼你去走高階。哎，對。所以中國就大量投資，然後大量投資的話，關鍵的技術、關鍵的設備，美國控制住。對，所以呢，那些錢全部打水漂。也就是說，我不能買 ASML 的极紫外光機，我也不能買它的這個深紫外光機，我怎麼辦？我就自己做光刻機。當我要自己做光刻機的時候，我們剛剛講，沒有一個東西是一個國家能夠自己生產的。我們看到這本書，我覺得《商業爭霸》這本書非常有趣，是說現在都是國際化，包括 ASML， 他講。ASML 裡面是現在全世界唯一可以做晶圓製造的這個機器，可是你知道嗎？現在荷蘭它只有15%的技術是它的，在整個 ASML 的這個光刻這個所謂的極紫外光機裡面，15%是它的，其他85%都是全世界各個地方的廠商的。所以你的能力不是說我要能夠獨占我那15%呢，而是你要有個掌控全世界的掌控等於說掌控技術、連接技術、整合技術的能力。他說中國。你現在就是埋頭苦幹去做你的光刻機，最後你的做的光刻機也不能用，又浪費很多錢，你等於說就變成了當年美蘇爭霸的時候的那個所謂的星際爭霸，你浪費很多錢，可是你效果會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說哈，半導體是變相的軍備競賽，就是活活把你拖進來，然後你不甘心，你撒錢大撒幣，國家補貼，到最後呢做出來沒有，啊，這錢全部浪費。對，然後呢，晶片完了之後，現在什麼 AI。現在美國一整天講 AI，就是在刺激中共，然後中共又大撒錢，開始國家補貼又進來，對不對？搞 AI。可是呢，我們回顧一下晶片那邊哈，晶片設計的用的那個軟體架構是美國的，三個軟體都是美國的。美國掐住以後，中國沒有辦法不靠這個軟體來設計晶片，更不要說後面的晶片製造跟封裝。所以呢，這個我打個比方哈，當年發生了一個事情，就汽車業。那個19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的時候，老布希當時要競選連任，輸給克林頓。那個時候，他率領美國3大汽車廠的執行長去日本施壓，要日本開放汽車市場，還有買美國的零組件。最後日本壓力夠大，就放了。放了以後，日本多了一個條件，就是說你買車一定要先登記停車位，合理吧？哦，我知道。可是日本的停車位都小格的，只給小車的。对，美國是大格的，所以到最後日本有開放，但是呢，美國車賣得不好。對，只有企業的迎賓禮車會買林肯啊什麼的哈，因為汽車企業有停車位是這樣來。然後呢，就你現在看到美國在 AI 在晶片上面哈，對中國的那個情況哈，當年看到了日本怎麼應對那個廣場協議，日元升值，後來有半導體產業對不對？在打日本，日本汽車業怎麼做你知道嗎？他把那個工廠設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最後在泰國組裝。所以東南亞各國都分到汽車業的一杯羹，可是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組建自己來模仿製造完整的車來跟日本競爭。今天同樣的邏輯在半導體產業有很多環節。對，這韓國是記憶體，台灣是晶圓代工跟封裝測試，日本特殊化學材料，荷蘭的話光刻機，美國自己還有半導體的設備、半導體的那個軟件、智慧財產權等等，美國把它串起來。所以很多環節，就像當年菲律賓會做這個，印尼會做這個，馬來西亞做這個，泰國做那個，然後呢，每一個人分到一杯羹，可是沒有人能夠把它串起來。串起來的是日本企業本身。所以日本
生產線轉移到東南亞，可是沒有看到東南亞有挑戰者出來。今天美國一樣的邏輯，把半導體產業切割成好幾片，然後每一片的話分在這裡，分在這裡。然後呢，大家分工的結果，每一個領域都有競爭優勢。然後呢，你中國如何同時打通所有環節？那沒有辦法。對嘛？是這個，而且都是非紅供應鏈，都不可以跟中國的供應鏈產生關係。對嘛？所以現在中國一直沒有看懂整個局面，所以是美國在主導，在串聯整個技術的布局。然後美國把很多利益切出去，但是最後收割的是他。然後呢，中國沒有看懂，就要來跟他拼，國家補貼，錢撒下去，最後的打水漂。中國有沒有投入？有沒有成果？沒有。然後呢，後來發現不對，要怎麼自力更生，然後自主創新能力，講對了，但是呢沒做到。所以中國有很多事情非常想，他想要統一台灣，他想要高科技跟美國平起平坐，他想很多東西，可是呢他做不到。那我們這邊的很多人就以為他想了就做得到，然後就以為他是大國崛起。我們現在講一個重點哈，大國崛起是在美國眼皮底下的現象。美國讓你中國大國崛起，你中國才有大國崛起。為什麼？因為你要知道哈，他說中國的條件包括人很勤奮，包括土地多、大人口多、有人口紅利都沒錯。但是為什麼在毛澤東時代沒有？一定要到鄧小平改革開放才有。鄧小平是向美國交投名狀，美國決定支持他的改革開放。所以呢，你看哈。取消貿易跟人權掛鈎，60以後嘛哈，然後呢給你最惠國待遇，讓你進 WTO，然後開放市場給你進來，讓你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用發展中國家地位進來，這些對中國經濟影響非常大，哦，訂單來、技術來、管理來，還要台灣把廠搬過去。美國是全力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他相信了一個東西，後來證明是錯的，叫做和平演變論啊。然後現在美國覺悟說發現不行啊，那和平演變不行以後，當然現在就是對抗。對抗的結果，美國一定要抓住重要的產業、重要的技術啊，特別是有戰略性質的，這一定要抓住。那這樣的結果，中國沒有覺悟，還在跟美國對撞，然後到最後的結果會活生生被美國拖垮，用各種變相的軍備競賽啊，半導體是軍備競賽 ，AI 現在更是軍備競賽，因為你不投入不行，可是你投入一定輸掉，所以呢，中國就是玩也不是，不玩也不是，他到最後只有一條路，就是向美國屈服。可是他現在不是講說，在這個領域裡面 ，AI 的領域裡面，中國其實本來蠻強的，包括像在機器人，對，在無人機，對，然後在這些生產上面，特別是在能源新的能源上面，包括這個所謂的這個太陽能板啦，或者這個所謂的風力發電啦，中國都是最強的啊。中國有企圖做一些努力，沒有錯啊。但是你想哈，風力發電跟那個太陽能發電，它是看天氣。第一個，然後第二個，它產生了電力以後，它要輸送，它要儲存。那這個的話，後面就有問題了啊。我們台灣這邊台灣海峽風力也很強啊，可是呢，大概有半年時間可以做，半年時間不能做。那太陽的話，你下雨天、陰天也不行啊，就是說那個看天氣的啊。那應該要有一些不用看天氣的。現在大家已經開始回到核能。也就核能應該被認定為安全啊，是安全的那個能源啊。然後呢，中國也搞能源。其實現在中國有一個東西是潛在的威脅，就是成熟製程的晶片，它大量建廠，因為這個技術它做得到的話，它就大量那個建廠，然後變成產能過剩。到時候這個成熟製程晶片往外面傾銷的時候，不但美國受影響，台灣也會受影響。台積電的那個利潤裡面還是大部分來自成熟製程晶片，雖然它在先進的晶片在擴張，那個市場占有率很高的市場占有率，但是它的獲利大部分現在還是來自於成熟製程。光是那個汽車還有武器都是用的很多都是成熟製程。現在中國已經有成熟製程的那個能力，它現在在大量建廠，這個還是我們現在比較擔心要觀察的。那現在看起來，中國在很多地方企圖跟美國較量，當年的所謂中國製造2025畫出來的那個領域都是前沿的啊。然後呢，當然他們用間諜、用併購、用竊取各種方式叫做彎道超車。那很多地方就變成彎道翻車啊。現在台灣的做法就是，它是實實在在在做研發，然後它要控管技術，不要外流，不要外泄啊。那中國的話，想方設法要來竊取，要來模仿，甚至於跟日本一樣想要來竊取台積電的機密或者技術來源等等，但是都不行。因為它這個已經不是單純的技術戰爭，而是整個企業的一個戰爭，包括企業的制度文化，包括對創新的尊重、個人自由的尊重跟創新成果的保護，這個都要整套的。這不是說你今天有買到一個技術就可以追上來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買到一段就可以了。對，你看很多台積電的員工為什麼願意賣肝？我們所謂的賣肝形容詞啦，對不對？為什麼3更半夜機器有故障要趕快去維修？
就是整個企業文化讓台積電人有一種成就感，有使命感，是這樣來的啊。所以你看很多員工的話都以進入台積電為榮，然後為台積電的話那個效力都是很自願、自動自發的啊。辦3更半夜要趕去處理問題，這個都很正常、很自然。你說美國、日本都做不到啊。所以呢，我們有一些東西叫做企業文化。形成了一個競爭優勢，而這個優勢別人沒辦法複製。局面現在到這裡，然後現在我們要擴張，就是我們掐住美國、日本、德國的晶片命脈，接下來是 AI 的那個硬體設備的命脈，像機器人這種東西、無人機這種東西，很多零組件台灣嘛供應嘛，所以台灣會逐漸擴張這些供應鏈，到最後無人機、實體的那個機器人這些還是要看台灣，不是只有晶片跟那個。封裝測試啊，你知道那個我們的衛星的那個鏡頭啊，解析度非常高，地面上的車牌號碼都看得到，在高空中哦，所以呢這個很驚訝。然後我們有一些材料哈，在水面下的那個艦艇哈，它那個抗摩擦的能力很強，所以音效非常低，到政策不容易政策出來。台灣有很多黑科技，最近哈台美貿易協議裡面有談到一條，他說我們達成的目標有6個，達成目標5裡面有6個字，叫做稀土回收能力。這官方文件不是我編的哦。你說台灣有稀土回收能力，然後在台南，在歸仁那裡，它怎樣呢？我們台積電的良率如果是92%，那8%就是廢料，對不對？那你過期的手機、筆電裡面都有很多用過的那個稀有金屬嘛，哈，那怎麼回收？台灣有技術，因為歐美是用化學把它回收，成本很高，效果不好。我們台灣用的是電漿高熱度融為氣體，然後再從回收。效果很好，然後呢，我們的回收企業回收稀土金屬不賺錢，可是企業有賺錢，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回收的東西裡面還有一樣東西，黃金。哦，對，他從黃金賺錢，然後他順便回收了很多稀有金屬。那台灣現在有500多噸要回收，美國這邊可能也要把廢料運來台灣回收。那這個回收表示什麼意思？表示中國的稀土出口管制無效。因為我可以就現有的產品裡面，都有稀土成分，然後這個稀土成分我如果用回收的話，我就可以繼續再利用了。對，所以台灣有稀土回收能力這件事情，我們以前只是聽說傳說，一直到台美貿易協議裡面官方的說明裡面列出這幾個字，清楚了。我補充說明一下，達成目標6裡面有說雙向投資，台灣去美國增加投資，對不對？製造業嘛，半導體嘛等等。美國也要來台灣投資，你說美國跟韓國跟日本有提到這個嗎？沒有。好，投資什麼？列出5個領域。第一個半導體，再來 AI， 然後再來呢安全監控、國防工業、生技等等通訊這些。我說奇怪，半導體，你不是要我們去美國投資半導體嗎？你美國來台灣投資什麼半導體？答案是什麼呢？記憶體。哦，美光買下力積電，對不對？美光要把記憶體的產能放在台灣，我要補充一下，美光大概一半以上的產能是在台灣，超過一半，對，超過一半產能在台灣。對，然後呢，現在他要在台灣擴大記憶體的投資，你知道為什麼嗎？美國要減低對韓國的依賴，然後要扶持台灣的記憶體，所以呢，過去半年多來，記憶體的股價飛漲嘛，飆好幾倍嘛，後面還有，估計這4、5年內的話，記憶體都還是缺貨，都還是漲價。所以呢，你看出來，美國要在台灣搞記憶體，因為記憶體不是台灣的強項，記憶體是韓國的強項，這個毫無疑問啊。那可是呢，你看看美國的用心布局，他為什麼扶持台灣？因為台灣對美國沒有安全威脅，台灣放心，美國放心。你看看韓國才5000萬人口都不怎麼聽話，日本1億2千萬，打過美國的是日本哦，美國領土上沒有被蘇聯這個侵略，沒有被納粹德國侵略。真的有打到美國領土的是軍國主義日本，所以美國對日本是提防的，可是美國沒有理由提防台灣，對不對？所以美國很放心，把半導體產業從當年的日本轉到台灣來。我們後來有什麼聯電啊、台積電的起來是因為美國當時決定打壓日本的半導體，轉到台灣來，記憶體轉到韓國去，所以這樣子是活生生把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壓下來的。當然有特殊的法案成立了，這專門針對日本。所以我們很多人我們看那個照片者趙光者趙光者那個影片裡面紀錄片裡面講了很多台灣這邊怎麼努力，對不對？這個沒有錯，但是漏了一個國際大環境，就是美國存心把半導體產業從日本搬來台灣，然後才會培訓。1976年很多人去接受美國就是曹清誠他們那一批，對，那是因為美國已經決定把半導體轉到台灣來。為什麼要阻止日本？這國際局勢是這樣，然後我們很努力，政府也配合，
哦，包括很多那個所謂財經要員都很支持半導體哦，決定放手一搏等等，也包括張忠謀啊等人啊的那個領導。我們自己有出力沒有錯，可是也要有國際環境配合。而這一點的話，在那個紀錄片裡面沒有，這一點沒有。好，他記錄的是台灣這邊怎麼努力去接過來。OK， 這個 OK。當時呢，包括本省的、外省的，不管你是什麼省級問題沒有，都是大家全力來拼這個。好，那看到今天有成果沒有錯。可是呢，我們還是要回到國際局勢來。今天台灣繼續在晶片產業壯大，然後 AI 產業也壯大，將來還會有第三個護國神山。現在第一個護國神山晶片，第二個護國神山 AI 哈，第三個護國神山估計是無人機產業。為什麼？因為大國跟大國沒有辦法開戰，只能打代理人戰爭。大國去打小國，小國沒有辦法養什麼航空母艦戰鬥群，什麼超高音速導彈，但可以用無人機。對，用無人機。所以烏克蘭現在變成無人機大國，伊朗也用無人機來反擊美軍基地嘛，哈。但台灣一樣，台灣這樣到時也要用大量無人機來保護自己。所以呢，無人機產業是下一個有可能變成一個新的下一個產業。好，那我們要講，之前我們知道台灣很多人不斷在吹噓說，哎，現在中國其實是飛虎下阿猛，中國現在的國力已經崛起了，中國已經可以對這個美國造成威脅了，甚至呢，中國現在的 GDP 已經佔了這個美國的70%以上，如果再發展下去的話，總有一天，甚至他講了，他的人均購買力已經超越了美國。可是我們看到這本書裡面，就商業爭霸裡面，他提出2個觀點。一個觀點是，你不能只看基本的 GDP， 你要看它的影響力。也就是在高科技上，他講的我覺得非常的現實，講說，第一個是，居然在卡脖子瓶頸的高科技產業裡面，中國只佔6%，美國跟他的同盟佔84%。另外，你再講說用 GDP 來算的話，中國的 GDP 很多是虛構的，因為這幾年來，你看它的房市，你看它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基礎建設，可以看出來說那都是虛的。把那個扣掉的話，他說中國去佔美國的 GDP 的比例居然不到1半，甚至他講說中國現在在科技製造，甚至在生產製造上對美國的威脅還不如當年的蘇聯。哎，對，因為第一個哈，撇開數字造假有水分這一點哈。然後呢，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最重要的是購買力這個東西哈，不要再用。購買力這種東西哈，真的是騙人的。啊，不要大家都說根據購買力，中國的生產總值如何如何，不要去講購買力。我打個比方，購買力有一個指標蠻常用的，就是所謂麥克指數啊，就是麥克指數。各個地方的麥當勞那個大麥克哈都大同小異，所以拿那個價格來換算叫做購買力。我們拿了用美元的話，我們可以到那個麥迪遜花園廣場去看 NBA 總決賽，你拿人民幣能看嗎？啊，對，我們可以去看那個9月份的美國網球公開賽啊，這個精彩的大滿貫比賽啊，你人民幣行嗎？所以你的貨幣購買的對象不一樣嘛，你去比較這個購買力沒有意義啊。所以第一個我們要拆解，就你不要再去採信什麼購買力評價說那個沒有用啊。再來第二個，關鍵技術哈是的確沒有在中國手裡，是在美國跟盟友手裡。所以當初習近平提那個方向並沒有錯，就是要追趕在高新技術領域裡面要有中國要有一席之地啊。然後他也知道要有自主創新能力，他講過好幾遍，問題是你沒做到，為什麼沒做到？他也做不到。你的制度、你的文化、你的那個很多條件裡面，你沒有真正在支持創新嘛？你支持創新的話，你要允許大家標新立異啊，允許大家離經叛道啊，允許大家有個人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有啊，你沒有嘛？你動不動黨的監控嘛，從企業到學校都是黨的監控嘛，啊，然後甚至於畢業生的分發工作找工作，你黨還是很多的地方在國家安排等等嘛，所以你是一個計劃經濟國家型的經濟，你根本沒有辦法跟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去同台競技嘛，啊，你國家補貼到一陣子以後就不行，就是說國家補貼有用，但是呢某一個階段可以，比如說台灣早期的發展，所謂10大建設是打造公共財。透過公共財去推動當時的經濟發展 ，OK， 但是隨後沒有辦法再去搞什麼第3條、第4條高速公路了嘛，你沒辦法再搞第2個、第3座中鋼嘛，就是公共財有一個限度，一開始有用，隨後要讓公共財來幫助民間投資，讓民間投資去推動創新、承擔風險、組織人才等等，這個國家沒有辦法取代。你看現在中國的問題就在這，它還在靠國家補貼，它還在靠這個計劃經濟國家的那個制定很多經濟產業政策，
那產業政策，你說日本有效啊？日本的確做過有效，台灣有一陣子也有效，但是不要忘記，日本的實力還是在民營企業，不是國營企業嘛。那所以呢，不但沒有國營企業，而且產業政策也在退縮。像美國的話，沒有產業政策。他說我問美國人為什麼？他說我們不可能讓二流的人在國家體系裡面制造政策，去管一流的人在那邊經營的企業嘛。一流的人才都在民間企業嘛，二流的人才進入官僚體系嘛。所以美國的官僚體系是很尊重那些民營企業的嘛。你看，那所以呢，現在我們要了解的就是，你中國想要打造創新能力很好，但是你沒有把那個條件做出來嘛。你一定要尊重人家個人的那個自由嘛，包括思想信仰的自由嘛。那怎麼樣確保個人自由？一個檢驗標準是什麼？你有沒有保護宗教信仰？你現在對宗教信仰都在打壓嘛，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真正的有個人自由。那沒有個人自由，你不尊重多元性不尊重這個各種那個奇奇怪怪的東西，對不對？你最後哪來個創新？好，那另外這本書裡面，我覺得他用了一個我覺得非常強烈、非常刺激的一個字眼，用說中國是一個波坦金的超級大國。那波坦金其實是说沙俄時代裡面的一個大將。那等於說當時的菲蘇亞女皇，她要去來看這個地方，她覺得這個地方非常落後，她就造了很多的這個布景，找了很多人來作假，所以就變成了一個等於說在這個國際政治裡面很清楚，就是如果你被稱為波坦金，就代表你做的東西都是門面功夫，都是虛假的，都是不實的，不能持久的。他居然用波坦金超級大國來形容中國，有這麼嚴重嗎？這個形容其實還算貼切，因為的確有很多東西是所謂面子工程，就是在中印邊界衝突的時候，印度士兵拿了石頭就往卡車砸過去，結果發現馬上就穿幫了，很脆弱。他的中國制的悍馬這個汽車，悍馬造也是非常強的，吉普車什麼的。對的，悍馬就是悍馬前面的保險桿就被打掉了。對，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因為他們以為不會有戰爭，所以偷工減料很厲害，豆腐渣工程很厲害。從民間的建設建築到那個軍事的裝備都這樣嘛，所以這個問題暴露出來。然後呢，更多的情況我們會看出來，它的數據有水分，他們自己講的很客氣，有水分。其實地方的人都知道，我們往中央報的數據都是有水分的。所以你連中央自己都不見得真正了解你的那個經濟上的那個數據是多少。對然後有一個新的重點就是中國的人口不是14億。他們自己上一次人口普查以後得到的數據是什麼？是8億而已，連10億都不到。所以數據造假到這種地步，所以你連中央都不了解實際情況。然後最近的一個數據出來的話，大家比較無法否認的，因為中央的財政靠幾個地方，靠上海、江蘇、浙江這3個地方來養中央。現在呢，連上海都虧，現在連上海的財政都是赤字，那更不要講其他地方。所以現在中央財政壓力很大，地方財政早就是那個壓力很大。然後地方財政的壓力現在超過100萬億然後國營企業的那個債務更大。所以現在中央沒辦法對地方做財政補貼，叫移轉性支付。那地方到時候要自己找財源，有可能演變成清朝後期的那個所謂東南聯省自保一樣，自求生路了。一開始他怎麼做？就像我們這裡拖吊，汽車拖吊開罰單，還有那個卡車過磅的時候說你超重，開罰單，這個裡罰單那裡罰單地方在搶錢然後呢，你會發現中央無力照顧地方，將來的話會變成什麼？地方割據，就會說從中央集權演變成地方割據。地方割据以後，那時候誰來打台灣？你會想到從這個財政的問題，你可以看出來。然後呢，現在美國在金融上也開始掐緊。現在是他拿不到能源以後，消耗他的戰略儲備石油嘛。我們剛剛講了。然後可是呢，他的資產凍結也開始逐漸增加。某些情況，某些企業叫做金融制裁。那就凍結你的資產，或者不讓你做美元交易等等。好，那這樣這位就說，你覺得在這個中美大戰裡面，美國現在到底要怎麼去對付中國？他到底想要等於說他真的要把中國徹底的壓制嗎？徹底的毀滅嗎？沒有，有一個限制，他不能讓他要削弱中國，但是不能讓中國經濟崩潰。原因什麼呢？原因是因為大量的經濟難民湧向周邊地區以後吃不消。比如說貿易戰的時候，川普1.0的時候。據說 CIA 內部有一個評估報告，就是說將來中國會產生經濟難民1.5億人，其中如果有200萬人投奔台灣，用漁船、商船、鐵殼船、什麼氣墊船，有這東西，台灣就崩潰了。所以他要避免很多經濟難民湧向周邊地區，甚至於走線到美國。
現在美國這一次要跟習近平談的一個話題就是非法移民，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移民大概有超過10萬人要遣返，中國接收，這也是一個話題，10萬人呢，而且很多是年輕人，李小平頭的嘞，說不定是解放軍下來的啊。所以現在美國擔心的是中國經濟崩潰以後反而不好收拾，所以美國要中國經濟走衰，無力跟美國對抗就夠了。至於把你搞垮的話，那你到時候一躺平了，那美國反而不好。好，那這樣問你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剛剛在談到了鄭麗文，但是沒有了。你覺得鄭麗文今天到了美國，受到這樣的一個待遇，到底是美國透過鄭麗文，他要告訴台灣什麼樣的訊息？第一個，你必須在所謂美中對抗當中明確選邊站，沒有例外，韓國都不能有例外啊。日本很明確選邊站美國這裡啊，台灣也是要必須選邊站美國這裡，不管從安全、從產業、從利益、從價值觀，你都必須站在美國這邊啊。所以呢，任何想要靠親中的話，你不可能說親中又親美。現在鄭麗文想要證明他可以親中又親美，這條路線垮掉了。第二個的話，國民黨這邊的所謂那個疑美論、疑川論，這個也垮掉了啊。然後接下來你會看到很多辦法，美國可以繞過立法院的國防預算，直接把軍火塞到台灣手裡。我給軍事援助行吧，我給你墊款行吧，我當你真的需要靠你的國防預算。所以美國處理國防預算，其實是把它出題目檢驗國民黨的政治立場。國民黨這一次全部曝光。你怎麼可以犧牲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來成就你的一黨之私？所以這一次的話，美國等於是要透過軍購的這個操作，把立法院拿回來。整個操作其實是着眼於立法院的改選之後，藍白退下來，不再成為多數。這才是張目標。好，我跟他講，台灣是一個小國家。剛剛這個嘉龍跟我們講，就算是半導體，也不是說我們自己想努力就可以努力，那一定是在整個國際政治上面，整個國際的分配上面，台灣能不能再有那樣的一個位置，我們才可能有再進一步的發展。所以看到了中美現在這個競爭是非常具體的，而中美競爭具體裡面，美中之間的這個差距也是拉得越來越大。而就台灣的利益來講，不管就地緣政治，不管就科技，不管就價值上，我們沒有選擇，當然是要跟美國來這個選邊。至少你在這個選邊過程裡面，台灣強大茁壯之後，才更有能力去面對中國。所以我們在節目裡不斷的在強調這件事情，就是看清世界大勢，才知道台灣的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走下去。非常謝謝嘉龍跟我們討論，謝謝大家。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
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